走！夫人，老五这个混蛋该杀，我不拦着，但老五救过我的命，我欠他的，我现在还他，一命还一命。大哥，我闭嘴！老五，你个混蛋，给我听好了，我欠你一条命，我现在还你，从此咱俩两清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往后，黑风洞，夫人就是大当家的，谁要不听夫人的命令，我在地底下都饶不了他。夫人，大哥，老大，闭嘴！夫人，开枪！夫人，开枪！秦长锁，夫人，你别动！告诉你，秦长锁，你欠我一条命。我欠你一条命，我这条命是你的，你要想要，随时来取，我随时给你。少帮主，怎么办？还有没有炸药？炸药没有了，子弹还有几颗，手榴弹还有1颗。连一关现在告急，我们离得最近，马上召集所有的人马，支援柳双儿。司令，看来这东洋鬼子果然是厉害。你想啊，磐石堡这500自卫队守这个下关，可能还不到2天就扛不住了。奶奶的，还没接到上峰命令该怎么办？少废话！黑风洞讲的是道义，救出一起抗战的弟兄们，那才是军力。司令，夫人，要不这样，派快马去战区报信儿，又可获得军粮，又可获得更多的援军支援连营关。你一通废话，来得及吗？那怎么办？秦长锁，一刀出山，见死不救。柳双儿、秦少武要是战死殉国，你会是什么人？咱们黑风洞以后还在江湖上怎么混？别说了，这点道义我还能分得清。他们打鬼子，将来是流芳千古。我不出兵是遗臭万年，我不干。都给我听好了，咱出兵打鬼子。马豆子，哎，大栓受了重伤，赶紧找人治疗，治好以后送回连营关。是。出发。少帮主，给我炸来了！炸药了！谁拿下？不是有颗手榴弹吗？用我们的手榴弹炸他们的炸弹。终于有进步，快！班头子，好！保主，别在小鬼上，看他们还能耍什么把戏！撤！有快上！少保主，我们被包围了。弟兄们，
我们回不了连营关了。少堡主，兄弟们跟着你，就没打算回去。不愧是潘世宝的子弟，哥哥这辈子对不起你们，下辈子一定带你们享福。跟着少堡主就是福分。对，跟着少堡主就是福分。好兄弟，我秦少武有你们这帮兄弟陪着，也是我的福分。亮刀，拼了！回来之后，我亲自给你带上，咱俩的好日子我还没过够呢。
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你答应过我会回，你答应过我。回来，亲手给我带上。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。别动！还别说，这秦少武可以啊！嘿，不用咱们，照样把小鬼子收拾得乱七八糟，可以啊！夫人，大当家的，马当家，打探清楚了，是新四军，新四军他们把鬼子给赶跑了的。新四军？大当家的，他们来晚了一步。你什么意思？接着说呀！秦少武堡主战死了。啊！秦少武堡主战死了。大哥，我老五对不起你。今天的事儿由我而起，就让我来承担吧。我黄九生跟随大哥上山多年，从未贪生怕死过。大事、小事，事事都为黑风洞的兄弟们着想。既然跟随大哥，我这条命就是黑风洞的。今天闯下如此大祸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你的大恩大德，兄弟只有来世再报了。我的命就交给这个女人吧。你的命，大当家的早就给你偿了。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把你的命留在抗日的战场上。
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没能及时前来救兵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打算给您谢罪了。跟你没关系。告诉我，黑风洞为什么迟迟没有来营救？夫人，都是妖鬼老使的坏。把他给我绑起来！是，你要是耽误了老子大事，我活扒了你！大帅，小心！大帅，大帅怎么样？大帅，快出兵营救连营关，快守不住了！他们打鬼子，将来是流芳千古。我不出兵是遗臭万年，我不干，咱出兵打鬼子！马上召集所有的人马，支援柳双儿。是我错怪了他。夫人，黑风洞当年在洪江镇被保安团追杀的事儿，你还记得吧？那天晚上，在保安团后面为你们打伏击的，正是我磐石堡的自卫队，是柳夫人和少堡主亲自下的命令。双儿，秦少武啊，秦少武，我来给你烧炷香，你看到了吗？你个秦少武啊，到死都比我强，打鬼子成了英雄，现在倒成了我欠你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替你多杀几个鬼子。老子不想欠你这个人情。放心去吧。
夫人，马腾子，夫人，照您吩咐的，我们已经绑架住了新四军的林司令，那个叫宋岩的家伙也跟来了。夫人，弟兄们和几当家的都说要火拼的新四军，为您，还有当年冤死的小少爷，讨个血债呢。可是后来二当家的又拦住了他们。二当家的说，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。何况今天我们又在一个战壕里打鬼子，各打各的，井水不犯河水才是上策。他还说，以后不让弟兄们再提这件事儿了，以免刺痛了夫人您。马腾子，你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。好。甄妹子率众来归，我却因故没能及时的制止我们内部对改造黑风洞队伍的过激行为，没能为他做主，保护他。那您为什么不跟甄妹子解释呢？甄妹子拒绝见我，黑风洞的队伍剑拔弩张，根本没了解释的机会。她曾经跟我说过，当年在红区的火拼中，她失去了孩子，所以就没有了回头的路。现在，周半天和黑风洞那几个当家的一块利用孩子，威逼她成为了国民党救国军的人。我跟甄妹子是结拜姐妹，我最了解她内心的痛苦。这么多年的磨难，她都从未屈服。只有孩子，孩子是她唯一不能跨越的障碍。他的处境也许是迫不得已，但我坚信他苦大仇深、爱憎分明的本性不会变。以后无论他是什么身份，不会是一个压迫穷人的人。甄妹子要是能够亲耳听到您的这番话，该有多好！俗话说，家中无小事。秦司令和夫人能重归于好，阖家团聚，本长官深感欣慰。谢谢长官。可我倒要提醒一句，贵夫人既为国军的军人，为什么不着军装列席战区长官会议呢？啊，黑风洞五当家的军装被我给烧了，我就把我的军装给他了。我总不能让他穿着内衣裤衩来听您的长官会议吧？夫人好个性啊，胆气超人。诸位，眼前这位女首领，当年可是位红军女兵。之所以个性胆气超人，才能够坐在这里，成为你们诸位中佼佼者。诸位须知，缺乏有个性的士兵，未必不是奴才，而有个性的士兵，未必成为不了将军。你们中的将军，是长官心胸豁达，团结了异己，共同抗日。好，好。少儿，知道我们脚下是什么地方吗？临津渡啊。不错，但临津渡只是个地名，它真正的意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土地，是三江民众的土地。相传，三国时，这里曾是吴国火烧蜀国，连营700里的古战场。
如今它将成为三江民众火烧日本侵略军的战场。双儿，生存是第一可贵的。你这个红六军昔日的女兵，在那个艰辛环境下能够生存下来，威震四方，也是我们红六军的骄傲。还有你那位替天行道的结义姐妹，虽然未成为红六军的战士，但是今天面对日本侵略者，我们仍旧应该是朋友。无论你现在是堡主夫人，还是真妹子，是国民党的军人，起码都不应该忘记，自己是三江民众的一份子，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。军长，我明白，我想真妹子她也明白。双儿，少武阵亡了，你和磐石堡的自卫队有什么打算？回上清江，带少武回去，让他可以长眠于故土，然后再休整一下自卫队，保卫磐石堡，保卫家园。我想，这也是少武的愿望。三江会战很快就会有分晓。各种武装必须做长期的抗战准备。我的新四军主力也会进入上清江，坚持敌后抗战。我们以后还会打很多交道。双儿，这样吧，让宋岩陪着你，护送少武的遗骸返乡安葬。这也是他的请求，为挚友送上最后一程。诸位，武汉会战后，三江的战略位置由此上升，成为了拱卫重庆陪都的前沿战场。国民政府利用长江水道，成功地完成了战略大转移。此次三江保卫战，日军共动用了第11军、第13军7个精锐师团30万人，北路日军南下吸引、牵引住三江以北国军的主力和江防军主力，南路日军田中敬一中将第13师团分兵越过了金沙，企图南北两路围歼我中国军队于金口城以东地区。国军主力35万人，三江民众武装10万人，分左右2个集团，在下金江口、灵军渡、右阳关、莱茵关南北2线同日军决战。在座的是党国的军人，当有一个明确的概念，这个概念就是三江同陪都重庆一江之通，距离仅为480公里。委员长强调，三江不保，陪都门户洞开，抗战前景不堪设想啊！为此，国军有效地抵抗日军的大举进攻，决定弃守金口，扼守峡江上游的石碑要塞，对日寇做长期的抵抗。救国军三江支队移师上清江，偃旗息鼓，配合国军正面开展敌后游击。你当年为什么离开磐石堡？为了少武和你能够平静的生活。当时那只能是我唯一的选择，也只有那样才能够保住我同少武同你的友情。没想到这一别竟然成了永别。
你当年走了以后，少日思夜想，他常跟我说，他能在梦里见到你。可惜他不能亲耳听到你说的这番话。我离开磐石堡以后，举目无亲，不知道该去哪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红军在湘鄂西创建了红色根据地。我凭着你对红军的描述，去了根据地。命运对我很眷顾，让我遇见了林峰这位红军的前辈。可命运是残酷的，因为我有文化，更自觉的革命热情高涨，被分到了红区保卫部工作。刚才林司令谈到的，对改造黑风洞队伍的行为过激，正是我犯下的错误，种下的恶果。世界可真小啊！你跟少武是挚友，是同窗；我跟真妹子是结义姐妹。没想到，你却成了火并黑风洞的当事人，真妹子还因此失去了孩子。真担心这个仇恨会延续下去。方七佛的保安部队没有撤出京口，也没有反抗皇军的入城式，这说明他们正在寻找为皇军效力的契机。将军阁下，方七佛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他应该亲自来控制他军。你是说我想当汉奸？不，司令啊，属下没有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吧，这日本人呐，他娘的傲慢无礼，您等他们登门是招险棋。我方七佛不是条狗，随便给块骨头，我就冲他们摇尾巴。如果日本人领先下士，我还可以随他们；要把我没了，我就做个不继承的民国官员，当文天祥。是，司令胆略过人，实为属下之楷模。司令，日本人把咱们包围了。王八蛋！司令，哎呀，司令，这情况不明，危险呐！是当汉奸，还是当英雄？大门外边见。站住！让开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救国军秦司令和夫人前来吊唁，请兄弟行个方便。放行。走。
暮雪还是惊雷，梅花不怕风吹，熬过冰雪的疲惫，等待春暖的珍贵。前方挡住了谁？目光没有后退，战火走出的姐妹，越过生命的堡垒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。千山遇上万水，眼中还有热爱，还有热爱。狼烟中的玫瑰，穿过迷雾不能后退，经过不让虚美，谁说只会流泪？信仰也有是非，只是我无法奉陪。千山遇上